只是民进党，台湾就会恢复正常，只是台湾恢复正常的其中一部分。如何架构一个台湾乃至于中华民国在下一步该如何去走的一个未来性，我有更高更远的关怀的目的，这是人民该做的。人民万岁，这就是人民价值。在战争发生之前，减少灾害所造成的伤害，伤害造成之后，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仍然要继续沟通，相互理解，从而建立联系。怎么让它快速的缓解或者减少它的创伤，这是我们的使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很多大陆人讨厌中华民国，主要是因为他在大陆地区统治时期他干的是非常的差，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很差很差的。我们也不会去了解，也不会想去关注中华民国，尤其是小蒋时期他在台湾地区的治理成果是什么样的，认知落差。所以我们很多大陆人就会特别讨厌这个中华民国。也有一部分大陆人觉得蒋介石他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就知道将中华民国带歪了。就是有部分喜欢中华民国孙中山的那部分大陆人也会讨厌现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们干的比较差的时期都是一个比较幼稚的政权。就比如说你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在大陆时期你就算1945年结束，他最多也就才32岁嘛。他在1930几年干得很差，也是个非常幼稚的政治实体，也是中国现在他第一个比较算成现代化的国家吧，或者近代化的国家。他是个非常幼稚的国家。我觉得他犯错其实是有他的历史原因的，虽然说我们觉得他这个错误确实很烂，但是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他有他干得不好的地方，就比如说他建国之后的文革和大跃进，这两点确实是对当时中国确实有不少的苦难。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去理解他当时历史背景，因为这两个中国吧都是在比较幼稚比较年轻的时候犯那种很大的错误。但我想说哪个国家他刚建国的时候不会发生什么惨烈的错误呢？所以我觉得要更多去理解而不是去攻击，不然的话你大陆人跟台湾人一见面就说什么你们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多烂多烂啊，我不想听你说话，我不想看到你这个国旗，或者说你台湾那些中华民国派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文革大跃进，我想说你干的也多烂啊，我也不想听你看到你的国旗，就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并不好，因为你这样就根本没办法正常的交流。但是为什么我们大陆人现在是非常拥护共产党呢？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就1990年代2000年代之后，我们的经济逐渐的发展，人民的满意度提高了，然后现在我们的科技军事也是越来越强，能让美国都感到忌惮，然后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也是越来越强，新时代年轻人的爱国主义也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就别人要诋毁我们，由于我的军力这么强，你台湾地区很讨厌我，对我非常愤怒，有一部分人是感到难以接受的，尤其是那种极端武统派。双方都有辉煌的时期，某些大陆的武统派就是我觉得有点不好。如果换位思考一下的，别人一上来就让你放弃你的国家去爱国，去爱另一个国家，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有一点痛苦。对，我觉得对台湾地区的人来说的话，虽然说我们大陆人觉得是统一肯定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也必须要有统一开启我们的伟大复兴的篇章。如果国民党重新拿到执政权，或者说假设他们现在就是中华民国的执政者来说，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对大陆的态度如何，这才是我们需要观察，也就是两岸交流深水区里面中华民国政权何去何从嘛。其实你看啊，我分享一些观察了，老公方面是很矛盾的。你知道老公他是需要他彭金马的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坚持中华民国宪法，但是因为那宪法是一中宪法嘛，但他又无法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肯定不能正视啊。我经常看到很早以前4、5年前就听过那个赵少康在节目上说，一直叫老公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要叫大陆正视中华民国存在。我就一直回复说是肯定不能正视啊，最多只能斜视，不承认其主权，不否认其治权，我只能斜视。小红书上面的绿皮护照，你中华民国那4个字呢，华跟民要盖掉，可以变成就是中国护照。台湾那个 TAIWAN 这几个字你可以不盖掉，但是你一定不能露出中华民国4个字。你搜索的时候你要搜台湾护照，你如果搜中华民国护照你是搜不到，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你可能原本想说，我觉得说你如果是台湾护照的话，他那种偏向台独性让他露出中华民国4个字更严重，我是这样认为。但是小红书上他的管理层他可能就认为说露出中华民国4个字可能比露出台湾更严重。从大陆刚说的是老公这边方面，从台湾方面中华民国政权何去何从，尤其是说想说那个维持现状嘛，那我想台湾方面想要维持现状可不可行？跟郝龙斌其实像他在当台北市长时期，就是算是两岸交流比较热络的时期，他有一个小表态叫做不急统不能独，其实他那个也是一个比较偏维持现状。有人说是现状，就说现在现状跟以前现状跟比如说马英九时期现状一不一样，我的所见现状就是法理现状，1949年到现在一直没变，叫做不统不独，两岸的关系就是不统不独，从1949年到现状，就是如果你要说现状就是法理现状，那我觉得你说维持现状可不可
可行。我想念一段话：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不敢单四湖江，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如果说天下无变，那你蜀汉你就好好固守一方，好好经营，不要挑衅。你看关羽就是没有等到真正的天下有变，他就主动出击，结果被白翼渡江，自己也身首异处。而后面诸葛亮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顾蜀汉的实力，他不是韩北伐，他是真北伐。你台澎金马你就要等一个时机，你好好经营，你要会等会忍，你不要挑衅就好。反共为何？民主为何？自由为何？我今天还加一个问题：权力是否来源于规则？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你要选择一个参照物去表达你的这个运动状态。那现在你要说维持现状，从08年开始就是维持现状，就一直在喊，到现在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它的状态是保持一个相对静止吗？如果说你保证不了相对静止，你为什么要坚持这个维持现状呢？这是一个，就是人民史观的问题。赖人让我有一点非常火，我没回应，就是他当时说到了一个跟中国大陆同胞的一个共识，就是他用了一个字叫退，抗战是人民的，但是他用的是退字，就认为说跟大家退到同一战线，说这是我们的共识。为什么是退呢？这事儿不对啊，他自己思考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落后的英雄史观，他自己进步到一个人民史观，这个状态才是对。你如果是坚持人民史观的话，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是共识的关系，并不是说啊上面说什么我们就得听什么，我们只是说是一个维持共识。为什么支持共产党，然后支持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正是因为他的言论会让他有一个相信的感觉，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和能够实时的保持着一致。只要还愿意交流，我觉得他就是鸽派的表现。历史哥把自己的行为定性成了减灾，那么首先就得承认即将有灾难要发生。当这样一个灾难摆在面前的时候，能做的减灾工作无非就是做好预警信息、避难的方案，并且经常演练，然后提前准备好这个救援物资。所以历史哥讲的减灾，有的人会把它理解成消除灾害，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成灾难发生之时的预警，以及灾难发生之后的善后处理工作。我现在做一个假设啊，以下说一点历史哥和台湾伙伴不爱听的话啊，假定啊，就真的武统动手了，武统之后的善后工作要做什么？是不是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仍然要继续沟通，相互理解，从而建立联系？要不然你一国一制怎么推行？那它和现在历史哥正在做的事情区别有很大吗？没有吧。到那个时候肯定还要面对这一切。我建议，如果说你感到气愤的话，你就理解成历史哥现在在武统之前，武统之后该做的事儿呢，提前做了。我做一个非常不严谨的时间测算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1956年才完成社会主义3大改造。那么当然中间夹了一个抗美援朝，上世纪40、50年代的 GDP 相比今天只是个零头，可以忽略不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处于一个比较简单基础的水平。即使这样的状态，才经过7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那么我们放到2025年的今天， GDP 是个什么水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程度？台湾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多少时间？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就算是武统，台湾依然会执行一国两制，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至于合统呢，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想象的那么美好，长期以来的各种的社会矛盾并不会随着合统就化解掉。台湾的形势可能和香港不一样，但矛盾积累的能量总得有一个释放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概率是要出点什么别的乱子。今天我们确实也是在做生意，我作为一个读历史的人，我当然很清楚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不清楚的话，我可以依然当年那位支持太阳花的青鸟，到今天继续麻木自己，何乐不为呢？开心啊，哪里不开心？反正每天的心情，人生不如意，猛怼马英九，狂喷柯文哲，狂操国民党，狂酸民众党，咒骂所有反对民进党的力量，痛骂中国，这事情不就结束了吗？在战争发生之前，减少灾害所造成的伤害嘛，伤害造成之后，怎么让它快速的缓解，或者减少它的创伤？但我希望的是两岸能够和和平平的，快快乐乐的，长长久久，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感在。但也基于此，我有更高更远的关怀的目的，不是单纯只是指民进党，台湾就会恢复正常。民进党只是台湾恢复正常的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民进党的过程当中，如何架构一个健康有未来的两岸关系，
如何架构一个台湾乃至于中华民国在下一步该如何去走的一个未来性。那两岸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华民族无法回避的，我们的努力是让他在做这一些危害两岸的决策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强大的阻力，也让一些政治人物在做有利两岸谱写更好未来的时候有更大的助力跟底气，这是人民该做的。所以我说人民万岁，这就是人民价值。